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我是阿 Man。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几款未来即将会进入马来西亚市场的中国车，然后也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有魅力，也比较特别的。主要也是因为我人生之中第一次试驾了一款中国车之后，给我留下了蛮不错的印象，就让我对中国车有所改观，也有所期待。我刚刚还特地讲到了特别因此呢，在这个影片并不会看到现在烂大街的城市 SUV 我们所谓讲的高脚车，其中还有2款中国 Sedan 将会来打击这个称霸 C segment 市场已久的 Honda Civic。以下都是我精心挑选4款无论从外形内饰、Gearbox、Engine、Chassis 这个3大件都可以在本地市场他们各自的 level 当中掀起腥风血雨的4款车。在影片接下去之前，又要再麻烦各位帮我点个赞，再点个免费的订阅。订阅和赞都是免费的，赶紧跟它点下去就对了。在找着这几款中国车资料的时候，网上的一些资料就会比较零散，我个人就会用上 Surfshark VPN。VPN 的主要功能就是可以更换你的 location 来观看有地区或者国家限制的网站，尤其是一些政府相关的网站大部分都有特定区域才能够造访。还有就是串流平台，例如 Netflix、HBO Max， 甚至 YouTube 等等。换了 VPN， 用同样的关键字搜索，却可以看到更多原本被限制或者是封锁的内容。再来，我最喜欢 Surfshark 的一点就是它够注重隐私性。Surfshark 并不会收集或者分享有关你的个人资料，同时它还有双重加密数据来保证你的匿名性以及安全性。比如今天你用 hotel 的开放 WiFi， 难免会担心你的资料会被盗用或者外泄，尤其是银行或者网络交易相关的一些资料。讲到 hotel VPN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你更换 location 过后，可以看到给特定地区才有的优惠价格。非常感谢本集的赞助商 Surfshark 现在也给了我的观众满满的福利，只要点我说明栏或者留言区的 link， 再加上我的这个 promo code 的话 RANGERMAN 就可以享有专属优惠，外加3个月的免费使用。重点，30天用到不满意还退款给你。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当一只自由又安全的鲨鱼，畅游网络。首先第一款车就是来自 GWM Great Wall Motors。Great Wall Motors 在本地市场目前有售卖着的车款就是这辆非常可爱的 Aura Good Cat， 还有就是安静了很久的 Havo。Havo 比较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有在本地市场卖过一些车款的，其中比较 hot 的车就是一辆小型 SUV H1， 还有就是 H2。再来它还有一款非常大辆的 SUV， 就是叫 H9， 那一款就是一辆对标着 Prado 的车型，可想而知它的尺寸是多么的大。不过 H9 在我的这个城市这边就有一辆，我也有看过真车确实是蛮大的，它也是属于一辆硬派 SUV 啦，是真的能够去越野的。不过 Harver 最近就已经有宣布了，即将会回归本地市场，在几个月前的这个 Malaysia Auto Show 上面也有展示过一些车辆，其中就包括今天的主角长城炮。它比起本地在售的任何一款 Pickup Truck 来讲都要大一点，比起最长的 Ranger 它只短了10mm， 宽度和 Wheelbase 的话在本地是 Pickup Truck 当中最大。之前是有看到消息讲说已经开放预定了，不过后来又安静掉了。Great Wall Motors 的这个 marketing 真的是有点太过安静如果你要找我曝光车找我拍车的话，没有问题的，我非常愿意的。我是有看过注册了的这个长城炮的实车，褐色的在路上行走，不过当时就是我一眼瞟过，并没有拍到照片。外形方面，中国就有分成商用还有乘用版本，它和 Hilux 的 2.4 还有 2.8 一样啦，商用和乘用版都有不同的前脸设计，前脸不一样，车身长度也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商用版的话名副其实，它的后斗是有进行过加长，更加适合商用。乘用版的话整体就会比较好看，它像是那种美式的 Pickup Truck 那种大字佬的感觉由大面积的 Chrome 来搭配，包括这个非常大面积的 logo。 车身整体并没有太多的材质，尤其是那种防刮 plastic， 只有 Chrome 和车身漆来做一个搭配。整个车身可以讲除了 bonnet 以外并没有太多的线条，都是用一些凹的面积来制造那个肌肉感，给我感觉就有点像那个 Mazda 的 Godo 这样。对比起本地在售的任何一款 Pickup Truck 来说，看起来会更加简洁，更加精致，整体也干净了不少。
精致这点同样也延续到它的内装。中国车我已经讲过蛮多次了，他们的内装你是不用担心的，基本上都是好看的。这个长城炮啊，采用了大量的雾音色饰板来进行搭配 ，Unit 的造型也是蛮特别的。这个长城炮预计在130千起跳，参考 Malaysia Pickup 8组的价格，现在是152千，还有其他的一些 Pickup 一般上的 High Spec 价格都是在140尾接近150千左右的这个价格啦。个人觉得的话，这个长城炮可能压在138、139，不超过140千的话，我是觉得会蛮有竞争力的啦。不知道大家觉得什么价钱你才会选择这款长城炮，而不是小偷最爱的 Highline？ 第二款就是一个 SUV， 它适合 CX-5、CR-V 现在主流的 SUV 啦，差不多是相同 level， 不过却又不同东西。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打脸了？这款它是真正的 SUV， 怎么个真法？采用 leather frame 的构造。离地间隙方面有224mm， 这个数据的话就是已经接近 Triton 还有 Navara 的离地间隙了。同时它也有搭载 Diff Lock 以及 4-wheel drive 的系统，同样也是来自长城的坦克300。不过其实它是子品牌为旗下的车款叫做坦克300，不过到了现在也慢慢细分出来，坦克就是自己的一个子品牌。其中还有一个叫坦克500，那个就是一款非常美系的 SUV。坦克300啊，在中国已经是一款爆款车，同样在澳洲也有进行售卖，在中国本土当然非常受欢迎。其中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外形啊，圆圆加上四四方方，非常复古的造型，无论男女无论年纪，应该都会蛮讨喜的。再来啊，你看啊，这种通常造型很复古的车啊，98%他们的二手价都是非常的好的。你可以看看 Mini Cooper、Suzuki Jimny 啊，不管是旧款或者现在卖着的新款，价钱都是蛮顶一下的哦。这个坦克300啊，它的车头非常像是 Ford Bronco， 同样是圆圆加上一条横线的这个头灯设计，形状方面就是整个四四方方啦，所以它的窗口面积也都是非常大片，坐在车内的视野应该都是蛮好的。然后它的前后班坡都是采用分离式的设计，就跟 Pickup Truck 的后班坡差不多一样。再来它的车尾啊，也有这个外挂的 Spare Tire， 就是非常典型的越野车的一个设计。它的尾灯方面是采用立体的 LED 尾灯，造型也都是跟车身一样四四方方。引擎方面它有 2.0 Turbo 加上 8-speed Automatic， 后来就换上 2.0 Turbo HEV 加上 9AT。会换动力组合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中国人嫌弃它太过吃油了。不过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啦 ，Leather frame 的构造怎样都会比 Unibody 的构造来得重，自然就会造成吃油的这个现象。按照电动化的这个趋势来讲啊，未来进入到本地市场的也很可能就是 2.0 Turbo HEV 加上 9AT 的这个动力组合。在本地的对手啊，目前我有想到的就只有 Toyota 的 Fortuner， 那个的价钱是180到220千。坦克300的话，各大媒体是预计190千起跳。如果只是单比外形的话啊，这个坦克300肯定有很大的优势啦。毕竟这么复古的车，谁都没有办法抗拒的，是不是？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是他们要处理好的，就是这个品牌方面，可能是消费者会比较顾虑的一个点。GWM 就必须要做好 spare part， 还有这个维修技术等等的这些后勤服务，这样一来对消费者也好，对厂商也好，都会更加有信心。再来第3款车，它这个牌子在马来西亚也是有售卖，不过它的 marketing 方面也是相当的安静啊，我要找它的新闻都难啊。它在2021年尾的时候就有在本地市场发布过一款车，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动作，它就是 GAC Motor 广汽传祺。刚刚讲到它有发布过一款车啊，没错，它在本地售卖着的唯一一款车，也就是 GS3， 它是一款 B segment 的 SUV， 就是现在主流的小型 SUV 啦。它的价格是100千以下，拥有着 iSIM 的 6AT 压箱。不过我本身是没有看过实车在路上啊。今天的主角当然不是这个 GS3 了，它是 GAC 旗下的一款sedan车。当时刚发布的时候，在中国市场也引起了一个小小的旋风，它就是 AMG 引爆，没有错啦。首先这个引爆的话，它的外形就非常的 AMG， 所以也导致到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这个外形。年轻的你喜不喜欢呢？尤其在宣传的期间啊，他又一直强调这些所谓的性能啊、钢炮啊0到100。不过后来啊，就发生了一点故事，其中最多人讲的就是它宣传过度，又有人发现到它的0到100
买家测出来的成绩是不如它的官方所标的那样，再加上网络效应，goreng一下，所以它后来也被消失 low spec 的 AMG。就给我感觉有点像我们的 Myvi 那样啊，都是年轻人的第一台钢炮。像这种运动车款啊，它的外形肯定都是非常好看的，非常棱角，非常有侵略性。给我感觉就有点像 Nissan Sylphy 加上奥迪加上 Mercedes 的混合体。如果是普通版本的话，它的前脸是长这样子啦，就会比较端正一点。来到侧面的话，可以看到时下流行的 Fastback 当然是少不了。再来，它的车门这里也有一个非常长向下的腰线。车尾方面也是蛮不错，这个尾灯设计是好看的，而且并没有现在烂大街的贯穿式。Exhaust 肯定是要采用4出，整个车尾啊给我感觉就是满满的线条感。动力方面啊，其实早期它是用上 1.5 Turbo 加上 7DCT， 后来就有采用 2.0 Turbo 加上 7DCT。今年4月份啊，它就发表了2版本，就是最 top 最性能的那个版本啦，是用上 2.0 Turbo 加上 8AT。马力方面是265 HP， 扭力400 Nm， 0到100 5.7秒。不过这次没有虚标，据说会比较准一点了。不过到现在进入马来西亚市场的希望好像越来越渺茫，因为 GAC 真的是很安静，没有什么动作。除了前一阵子我有看到他们有讲说是要把这个 GS3 的这个改款版 TKD 本地组装以外，在几个月前的马来西亚Auto Show上面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出现，可能是怕打不过 Civic。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性能配备啊，尤其是现代人最注重的外形方面，都是蛮有竞争力的。只要价钱控制到好的话，我相信还是可以跟 Civic 打几个回合的啦。最后一款车就是我个人蛮喜欢的，而且这个品牌我是觉得它蛮有个性，在中国车的这个品牌定位里面来讲，它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它就是 Lynk & Co。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款 Lynk & Co 的03。定位方面，它就是和 Civic 和刚刚的引爆是同个 level， 属于 C segment sedan。不过就外形而言啊，它所展现出来的个性和 Civic FC 和引爆都是截然不同的。它走的运动风就没有那么浓烈，相比较起来，它是带有一点点的 atas 感。这个品牌相信大部分人应该会懂啦，它其实就是吉利集团底下的一个豪华品牌，跟 Proton 跟 Volvo 都有一点点的近亲关系。这个 Lynk & Co 啊，它也参加了蛮多赛事，其中主打的车都是这个03。这款03啊，它的外形我就觉得非常的有个性。其实不要讲是这个03啊，乃至整个 Lynk & Co 集团底下，它的这个家族设计语言都算是全球车系里面蛮有辨识度的，无论你讲日系也好，美系、德系都好啦。你看到 Lynk & Co 的车，它就是 Lynk & Co， 你不会觉得它像是谁像是谁这样子的感觉。好像现在的汽车设计啊，都慢慢出现了瓶颈，所有车都在走一样的那个风格啊，把那个车头灯做到细，然后配上一个很大的嘴巴，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的这个审美。不过这个 Lynk & Co 的话，它的头灯是采用分离式的设计，没有错。第一次看到，我和你的感觉都一样，怪这样子的，有点像青蛙。不过一直看到现在越来越多尖的车出现啊，你就觉得它算是蛮特别的一个存在。2023也就是今年啊，这个 Lynk & Co 的03也出了一个小改款的设计，整体就看起来更加细，更加锐利。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改款前的样子会比较好看，比较对我的口味，尤其是再加上黄色的配色，真的是完美了。它的尾灯的灯具是采用打直的，然后是用熏黑的底，并不是红色。虽然也是现在流行的贯穿式，不过它并不是横的一条线过，而是打直的一颗一颗排成一条横线。从车侧的话就可以看得出，它的车尾方面是没有用上现在烂大街的这个 Fastback 的设计，整体你看起来还是一种比较传统的 sedan 的感觉，并没有人云亦云，是也 Fastback， 不是也 Fastback。Fastback 是好看没有错，不过真的太多，真的是审美疲劳了，眼睛都酸了。内饰同样也是蛮不错的，它是走一种简约再加一点点的运动风，一眼望去满满的都是 Alcantara 的材质，它并没有很多 bling 的 chrome， 都是以 piano black 为主，走的就是一种低调的豪华感。Engine 方面也是蛮运动的，刚开始发布的时候就是用上 1.5 Turbo， 当然是大马人最爱的3缸引擎，我不确定是不是和 X50 的一样啦。不过后来啊，肯定也是被 complain 啦，就推出了4缸的 2.0 Turbo。不过如果真的是进来本地的话，我还是觉得非常有可能会用上这个 1.5 的 TGDI
蛋糕。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啦，这个03它还有03加03 Shine 各种各样的版本，也都是基于上面我所讲到的那些赛事，他们有进行过调整，动力也有更加的猛，随随便便都200多匹不是问题的。Link & Co 这个品牌，根据比较大的媒体讲啦，预计是在2025年会进入到马来西亚的市场。我先在这里口出狂言一下，真的来的话，我一定买一辆这个03的。哇，如果到2025年你还记得的话，倒回来过来看我这个视频啦，看我到底有没有实现这个承诺。不过就如我上面讲到啦，我还是比较喜欢改款前的外形搭配上黄色，改款过后的就太锐利太运动，少了少少的高级感。就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接受这么特别的前脸造型啊？留言告诉我一下。以上就是几款我个人非常期待会来到本地市场的中国车款，有什么是你觉得比较特别，然后我又没有提到的车吗？都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一下。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到本地市场，来打乱独霸大马市场已久的日系，给我们这种老百姓多一点选择，同时也逼迫日系车进步多一点。都看到这里了，代表我们乃是志同道合的爱车人。记得点个免费的赞，再点个免费的订阅。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阿妹，拜。